不知道两位姐姐找我有什么事？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主上答应下一道命令，只要你能完成，便可赐予你阴阳生死符的解药。肯定是两位姐姐替妹妹求情了。妙风在此谢过了。姐妹一场，你就不用多说了。我们姐妹自小一起长大，如果当初红花没有叛教离开云天之巅，我们姐妹一起驰骋江湖，那该多好啊！红花使叛出云天之巅，罪大恶极，将来击回神宫，须受火焚之刑。你就不用幻想了，咱们还要回去复旨呢。我把这事都给忘了。主上下一道指令，只要你除去一个人，便可赐予你阴阳生死符的解药。那主上想让我除去的人是谁？就是白云仙子华白云。华白云？可是华白云并没有得罪过云天之巅，为什么主上既已下令，岂容多问？你就只管杀人拿药，干净利落。妙风，你是我们姐妹中悟性最高、武功最强的，但这白云仙子曾经是峨眉派的弟子，来历不凡，你可要多加小心啊！好，我明白了。再来一壶。还没喝够。怎么会够啊？你才喝一壶，其他全是我喝的。喝吧，喝吧。喝了一醉解千愁，什么都不必想。给。我又不像你，醉了就不愁了。至少可以暂时不会去想你的娘。还真的没想过，有哪个母亲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。这是我的家事，不用你管。他竟然像对待仇人一样对待你，毕竟你是他养育20多年的儿子，难道他就不心疼吗？他当然心疼，我是他唯一的儿子，不心疼我心疼谁？既然这样，他就不应该让你冷酷无情，拒绝朋友。那是他担心我像父亲一样，被一群所谓的好友出卖。喂，去哪儿啊？向叔叔对我仁至义尽，母亲劝我不能相信任何人，但向叔叔他不可能。你母亲真的把整套刀谱给你吗？九重灭绝十字刀刀谱。难道向叔叔他鬼面人？鬼面人？向叔叔的房间。哼，这个向应天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进去抓住他，看他有什么话说。向叔叔，向叔叔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可恶！怎么样？让他给跑了？这恶贼如此可恶，偷袭我母亲不成，现在又来暗算向叔叔。这人果然跟我爹有着深仇大恨。鬼面人偷袭你母亲，
他想逼问母亲灭绝十字刀谱的下落。那你母亲有没有受伤啊？还好我及时赶到，与母亲联手，才没有让鬼面人得手。这鬼面人三番四次的要夺取这个灭绝十字刀谱，可见这刀谱对他是一种威胁。红雪，现在要找到那本灭绝十字刀谱是当务之急，你跟你母亲说了吗？哦，原来是你要他去质问他母亲的。哼，这下好了，人家母子翻脸，你开心了吧？你母亲责罚你了吗？啊，母亲只是说，这本十字刀谱，我爹传下来便是如此。奇怪，这第9层到底去哪儿了呢？哼，要不是今天晚上鬼面人也来袭击你，我还真以为……叶开，向盟主，灭绝十字刀谱少了第9层，你比谁都在意，这难免让人怀疑。这灭绝十字刀谱是我义兄留给红雪唯一的复仇利器，我当然要替他考虑周全。别人要胡思乱想，我向影天清者自清，何惧之有？好了好了，都说不怀疑你了，干嘛那么认真啊？向叔叔，今天晚上惊扰了，侄儿先走，你好好休息。好，你们也先去歇着吧，明天一早还要练功呢。明日不练了。不练了？向叔叔，你别误会。现有的刀谱期限已尽，再练也难有进展，所以侄儿只是想，复仇和寻找刀谱的事情应该同时进行。或许在寻找凶手的过程当中，刀谱的下落会慢慢浮现出来。向叔叔，没事，我打坐行个周天，就能将胸口的郁气除尽。啊，你们两个都去歇着吧。啊，是。大哥，怎么样？有没有舒服一点？多谢大哥给我疗伤。是大哥对不起你。若刚才那一脚不用全力的话，这场戏就演不下去了。还好你内功根基稳固，没伤到肺腑。多谢大哥关心，小弟还承受得住。若不是担心他们对我起疑心，我也不需要伤你。只可惜如今我伤了你，还是查不到灭绝十字刀第9层的下落。唉，大哥，虽然傅红雪身上没有灭绝十字刀第9重，但是他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吗？灭绝十字刀第9层的破掌法，才是我崔心掌的天生克星。可偏偏这第9层不知下落。总之，要想尽快找到这个刀谱，只有从傅红雪身上下手。难怪大哥一直不杀了傅红雪，原来是想要他引出第9层的刀谱。这个刀谱在世间1天，我就不得安稳。幸好傅红雪现在对我非常的信任，就算他怎么机警，都不会想到我这个叔叔竟然就是他的仇家鬼面人。不过大哥，虽然如此，但是刀谱的下落还是不明啊。别急，我在跟他过招的时候，
对第8层之前的刀法已知其6七了。虽然只知6七，但是还不能杀了傅红雪。当然是杀不了他，可是要嫁祸于他，那就绰绰有余了。哼。对了，匡道，你是用刀的，难道你对于天下第1刀没有兴趣学吗？多谢大哥指教。匡道大叔，你快告诉我，项盟主到底对我印象怎么样啊？你怎么这么在乎项盟主对你的印象啊？我当然在乎了。不瞒你说，我可是他未来的侄媳妇。你说什么？侄媳妇？怎么了？傅大哥，我可是已经定下来的。啊！你们不会是看上别人家的姑娘了吧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外面守卫森严，为什么你不来通报？传闻侠客山庄戒备严密，可在我明月心眼里也不过如此。姑娘，你要想见我们盟主的话，应该先头拜帖。你这样擅自闯庄，也太不把我们侠客山庄放在眼里了吧？谁说我要见向应天了？我是来找傅红雪的。哦，我就知道你是来找傅红雪的。我是她的未婚妻，以后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可以了。请你让路，否则休怪我不客气。你，匡德大侠，你看这个女人她有多嚣张啊！还跟她废什么话？赶紧叫大家把她围起来啊！擅自闯庄，兄弟们上！上！傅大哥，你找我？咱们见里面说，这里说话不方便。郝志长和龙东珠双双死亡，梅花令主的线索全然断绝。我正要去找姑娘帮忙呢。在铲雪大会中知悉令尊案情的人，绝非只有龙东珠和郝志长2个人。要想继续找出线索并不难，但是只怕这个人你不愿去面对。只要能查出杀我父亲的元凶，我傅红雪没什么不敢面对。好，那你去找白云仙子画白云。怎么，真的不想去面对？是怕问出一些不想知道的答案？不，只要能查出元凶，我没什么可回避的。只是那女子自称与我父亲有旧情，难道她也借了这个梅花金令，参与杀害我父亲的阴谋？就算她没有参与，我想她也一定知道不少的内幕。是。姑娘可知这白云仙子画白云是何来历？此人原是天运华城的唯一娇女，后来带艺投师，进入了峨眉派。如果论辈分，还是了因掌门的师妹；如果论武功，还胜了因师太一筹。可是因为2人姐妹情深，所以华白云有意相让，因此了因师太这才毫无阻碍地登上了掌门的位置。天运华城的音波功，加上峨眉派的剑法，这人肯定十分难缠。此女在墨林之役之后就退隐江湖20余年，我想她这么做肯定跟你父亲的案情有关系。没错，咱们立刻启程。就咱们2个人吗？你要放着你那位未婚妻丢下不管？你别开玩笑了，我跟周婷只是一般的朋友。况且我杀父之仇未报，红雪无心儿女私情。我看他对你挺关心的，原来只是落花有意。
阴险的女人，居然骂我是落花，你还是残花呢！想甩掉我，门儿都没有。来者何人？知音人。知音人又如何？自古知音人不少，知心人却没有一个。我华白云不问世事已久，你们走吧。你不问世事已久，但有些事情必须来问你。灭绝十字刀，傅红雪，正是傅某。哼，我知道你终有一天一定会来的，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。你一直在等我，你不怕我吗？若是怕你，早就望风而逃了。进来吧。像，真像，真是太像了。我跟我父亲神死，你又不是第一次见我，何必如此惊讶？上次在铲雪大会，我们没能好好说上话。晚辈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希望前辈告知，当年墨林之夜杀害我父亲的人究竟是谁？你如果想知道，就得好好跟我说说话。这20几年来，我已经很久没跟人说话了。特别是跟你父亲的那段感情，我不希望造成你对你父亲的误解。有些东西，我想先让你看看。我们到前面休息一下再走吧。是，师父。师父，华师叔向来与师门没有往来，怎么会突然传书来求救呢？你师叔隐居20余载，此番却是第一次与为师联系。他信上说遇到了大麻烦。华师叔既然隐居山林，必然应该是与世无争的，怎么会遇上大麻烦呢？我也觉得奇怪。你师叔性情恬静，如果说这世上真有敌人的话，那只有一个人。谁？傅红雪。傅红雪。铲雪大会失败后，你师叔的行踪意外地走漏了，郝志长和龙东珠不幸死亡，师妹也就成为当年知道案情的唯一线索。傅红雪迟早会找上门去的。师父，徒儿有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。你是想跟我说，傅红雪看起来不像是坏人吧？嗯。其实几次交手，我也觉得傅红雪虽然立志复仇，
也算是有手有为的大丈夫。何况前一段在紫云寺承蒙相救，我们峨眉派也算欠他一个人情。那万一傅红雪真的跟华师叔动起手来，那可怎么办啊？笨尼姑，傅红雪才不会去杀白云仙子呢。通知你们去，就是要你们去作证。万一出事，就可以证明不是傅红雪动的手。此事能避则避，我们只能劝你师叔不要与傅红雪正面交锋。去休息吧，马上还要赶路呢。是，我得赶在他们前面的，赶快出发。干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哼！别挣扎了，没用的。这个机关当年是为了困住你父亲而设的，别说是你，就是连你父亲也是挣脱不掉的。你果然对我父亲怀恨在心。我是恨你父亲，但你没有听说过吗？恨有多深，爱就有多深。住口！我父亲一辈子只爱我母亲，你不要在这里痴心妄想。傻孩子，我和你父亲的这段感情，不会因为你不肯面对，它就不存在了。我永远都记得，当年是怎么认识你父亲的。那一年，我武功出城，下了峨眉山，开始了行侠仗义，不是，却中了关东人魔李承傲的春药桃花红。你父亲在紧急的时刻救了我，将关东人魔打得重伤离去。他花了3天3夜的功夫，费尽内力替我驱毒。无奈这桃花红的药性顽固异常，杨大侠他突然无功，最后我只能求他一掌将我打死，免除我全身血脉爆裂的痛苦。但你父亲从来不杀无辜之人，他实在不忍心对我下手。就这样，我的一厢情愿，他的一念之仁，就促成了这段露水姻缘。你是不是想说，既然知道是露水姻缘，我的毒也解了，那我应该主动离开杨大侠？可是你并没有离开。是，因为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已经爱上了他，他也觉得对我有了责任。我们俩就在这雅音小筑里，我弹琴，他吹笙，度过了快乐的18天。18天，好短，好快。这短短的18天，也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18天。那后来杨大侠为什么要离开你呢？后来，因为他知道我自小与天运华城的同门师兄郝志长定有婚约，为了我的将来及天运华城的名誉，他不得不舍我离去。我哭着求他留下来，可他就是不肯。你知道吗？一个男人，他要是狠了心要离开你，你就是豁出性命留他，也是留不住的。
于是，我便开始作画，把他的模样、他的笑容，一笔一画地画下来，就当他在我的身边，从未离开过我。可是，不管我画的有多么的像，画上的人却一动不动。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！没想到，你对杨大侠用情如此之深。是，我爱他，但是我也恨他。这些伤痕是你自己划的。是18道伤痕，这18道伤痕代表了我这18天里的爱与恨。我要用这锥心之痛，永远地记住他。后来呢？你就一直没有跟我父亲再见面？见面？这机关就是为了我与你父亲见面用的。可是他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只要他一来，我就一把将他擒住。可是你没有想过吗？你擒住他的人，但是留不住他的心，你就这样一辈子绑着他吗？只要把他人留住了，心自然就会留住了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他还是让我白等。这么说，你就一直待在雅音小筑。当年墨林之役，你并没有参与。不，我去了。你的梅花金令呢？我没有梅花金令。当年的墨林大战，唯一没有接到梅花金令的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你没有梅花金令？因为我不知道，到底是去杀杨长风，还是要去救他。理智让我杀了他，可是我的心偏偏想救他。我的师兄郝志长，在我接近墨林之前，就认出了我的身影，点了我的穴道，让人把我带离了梅花亭，就连让我和你父亲见面的最后一次机会，都给剥夺了。你当年真的想过要救我父亲？当我得知郝师兄要与人谋害他，急得我到处找你父亲的师傅，出面相救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这世外高人燕波天客早已绝迹江湖。既然我救不了他，我也绝不允许别人伤害他。要死，他也要死在我的手里。等等，你说我父亲有个师傅是燕波天客？怎么，你不知道呢？不然你父亲一身的武艺又从何而来呢？难道你母亲没有告诉过你吗？没有。这也难怪了。好了，困住你，是怕你不肯好好听我把话说完。现在该说的我已经说了，你想知道的，我也已经告诉你了。想怎么样，你们请自便吧。
我真的好想你，好想。究竟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希望你父亲既是个英雄，又是个情圣，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？我母亲和华白云都同时深爱着我父亲，但我相信，我母亲一定不知道这段往事。如果她真的知道，那会有多伤心？老天爷捉弄人，华白云一生命运悲惨，其实是他作茧自缚。不该他得到的感情，他却要强求。如今，他已经给了自己最大的惩罚和折磨了。既然他自我囚禁，相信当年你母亲并不知道真相，就可以少一份伤心。你同情华白云？是，因为我也是女人，我了解她心里的想法。我知道，你也同情她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次我们没有白来。知道你父亲的师傅叫烟波天客，就不知道这世外高人还在不在人世。一定要把他找出来。你没有学全的灭绝十字刀法，这最后的希望就落在他身上了。有人吗？是白云仙子华前辈吗？怎么不说话啊？师妹，师妹，你死得好惨呐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师姐来晚了，对不起。谁让你自己来那么晚的？傅红雪呢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啊？你必须跟我说出傅红雪的行踪。这好，你不说。好，等我找到了傅红雪，我用此酷刑加10倍用在你身上。我说老尼姑，你凭什么就断定人一定是傅红雪杀的呀？我师妹生前求助于我，要不然我怎么会到这里来？
那他心里说过是谁要杀他吗？这无凭无据，你凭什么就说人一定是傅红雪杀的呀？就凭我师妹脖子上的灭绝十字刀。这。可是，你刚才进来，从头到尾，你都只看见我一个人，你哪里看见傅红雪的影子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其实人是我杀的。你还是不说？该说的都说了，是你自己不相信的。哼，就凭你3流的功夫，能杀得了我师妹？你未必也太小看我峨眉派的武功了吧？谁告诉你杀人一定要有武功啊？你忘了，你之前就是被那个逍遥天蓝给毒晕了。你好，就算你杀了我师妹，那我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杀她？她跟你有何冤仇？因为我高兴。胡说！你分明就是替傅红雪顶罪。周姑娘，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我师叔不管是你杀的，还是傅红雪杀的，你们2个其中一人都得偿命。到最后，你还是落得生死别离，所以你最好聪明点，说实话。看在傅红雪曾经救过6大门派的份上，说不定还有转圜的余地。你以为你套我的话我听不出来啊？想套我的话门儿都没有。你这是要维护傅红雪到底了？错，大错特错！我这根本就不是在维护傅红雪，我恨她，我是在嫁祸于她。你恨傅红雪？对，爱一个人有多深，那恨就有多深。我对她是真心付出了，可是她呢？她却爱上别的女人，你说我能不恨她吗？你再想想，你的师妹极有可能是她的仇家，你的师妹一死，那不所有人都得怀疑是傅红雪杀的呀？所以我才杀了华白云，嫁祸于傅红雪。简直一派胡言！我哪里一派胡言了？你看看你们现在不都以为人是傅红雪杀的吗？事实证明，我当时的算计没错，出家人都不长脑子。放肆！把他的舌头给我割下来，我看他还敢不敢胡言乱语来侮辱我圣地！你，观世音菩萨，您大慈大悲啊！您的弟子如此凶残，我都已经说实话了，还要被割舌头，有没有天理，有没有王法呀？放开我！师父，他该怎么处置？好，你1天不说，我关你1天；你一辈子不说，我关你在峨眉待一辈子。定静，把他给我带下去。是，师父。赵尼姑，走，你以为你这样，傅红雪就会自投罗网吗？走，你有本事你杀了我！赵尼姑，你走开我！什么？你说明月心跟傅红雪去找华白云？我听狂刀说的。这么说，那丫头肯定跟着去了。那是，婷姐姐不放心傅红雪和明月心单独相处，所以也跟着去了。哎，你回来了？哎，周婷啊，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不知道。那明月心呢？我把她送回明月楼了。哎，2个女人跟你去寻仇，你只顾明月心不顾周婷，太过分了吧？我没看见周婷啊。啊？怎么可能啊？你的事她当然最操心了。你去找华白云，她不会不去的。我真的没有看见她。傅公子，婷姐姐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怕是出事了。要不咱们分头去找吧。傅公子、叶公子，盟主请2位到大厅，有要事相商。就她最麻烦，有什么事情啊？周姑娘出事了。向盟主，峨眉掌门信上怎么说？
白云仙子华白云死了。什么？可是，这又关婷姐姐什么事啊？他们为什么要囚禁她呢？因为那个笨蛋说人是他杀的。不可能，婷姐姐她是不可能杀人的。况且，她又不会什么武功，她怎么可能杀得了白云仙子呢？这点，我想了因师太应该也知道，只是不知道是谁杀了白云仙子。不是我杀的。铲雪大会之后，人人都知道华白云与你父亲。现在他一死，就算不是你杀的，别人一样会联想到是你下的手。更何况，你昨晚确实去找过他。啊，我知道，一定是了因师太把罪名安在你头上。周婷那个笨蛋，情急之下无计可施，所以承认是他杀的，替你顶罪。傅公子，你快去救婷姐姐吧！慢着，事有蹊跷，一定先查清楚究竟白云仙子是谁杀的，否则让了因师太缠住，你是有理说不清啊。可是周婷还在他们手里。我替你把周婷带回来。我也去。孩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白云仙子确实不是我杀的，难道叔叔不相信我？叔叔不是不相信你，是世人不相信你啊。对了，你昨天去找白云仙子，没有什么线索吗？华白云没有接到当年的梅花金令，但他参与了墨林一役。是吗？华白云知道的和龙东珠等人知道的大同小异，但他告诉了我一件天大的秘密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事和向叔叔脱不了关系。到底什么事？向叔叔，你和我父亲不仅是结拜兄弟，还是同一师门，对吗？是啊，我告诉过你啊。可你没有告诉我的是，你们的师傅叫烟波天客，他老人家人在哪里？灭绝十字刀的第9层刀法是他传授给我爹的，如果找到他老人家，这刀法就可以练全了。哎，这个我知道，只是师傅从来不问世事，也不许我们在外人面前说出他的名字。自从你爹当上武林盟主后，他就绝迹江湖了。30多年了，算下来都已经90多岁了。如果他还在世上的话，他最疼你爹了，不可能不为他报仇的。我原本以为，就算找不到元凶，至少搜索刀谱也有了头绪。没有想到，竟然都落空了。孩子，别想那么多，慢慢找，一定可以找到的。我现在最担心的，就是华白云一死，峨眉派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峨眉派可不是点苍派骆涛一流可比，了因师太上面还有天慧神尼，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小心。大哥，这招真是高！峨眉神尼的爱徒死在灭绝十字刀下，这回傅红雪怎么也脱不了干系了。大哥，我是用了你教我的灭绝十字刀杀死白云仙子的。华白云当真是你杀的吗？那就证明有人比你早一步杀了华白云。大哥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了因师太信中说，华白云不但身中灭绝十字刀，而且四肢被砍断，眼睛被挖出，这表示早有人提前一步杀了华白云。这不正好吗？
反正谁杀都一样，我们省事儿了。最后的目的都是嫁祸给傅红雪。大哥，蠢材！华白云既然死了，你还自作聪明，在他身上加上灭绝十字刀，这样子会令人起疑心，而且傅红雪也有借口脱身。再说，有人早一步把华白云杀死，很有可能知道我们的计划，这点警觉你都没有吗？大哥，我确实没想到，这人到底是谁？跟华白云仇恨怎么这么深？杀了他还不够，还要这么作践他的尸体。什么？你说白云仙子死了？在我面前你就不要装了。峨眉派正在追寻此事，白云仙子的死讯在江湖已传得沸沸扬扬，否则主上怎么会赐下解药给你呢？这药我不能拿。妙风，你傻了，这可是救命的灵丹啊！因为白云仙子不是我杀的。什么？既然我没有完成主上托付的使命，我就不该接受主上恩赐的解药。华白云不是你杀的，那会是谁下的手？难道是傅红雪？不是她。原本我是想借她的力除掉华白云，可是后来我们就改变了主意。你不杀华白云，就形同于自杀。你怎么这么傻？是啊，既然你都已经去了，为何却不动手呢？因为华白云是一个一生为情所困的女人，她活着比死了更痛苦，连傅红雪都原谅她了。我实在不忍心下手。不忍心下手？妙风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优柔寡断了？主上一向称赞你处事明快，你这次竟然为了同情一个不相干的人而违背主上的旨意，莫非你连命都不想要了？让主上赐药还有机会，只是华白云的命却只有一条。可你的命也只有一条啊！你违背了主上的指令，还不知道主上要怎么责罚你呢？还会赐给你解药吗？果真如此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如果这华白云没有死，我就替你除了他。可偏偏他又已死在别人的手里。唉，谁说华白云是别人杀的？我明明看见就是妙风杀的。怎么可能？你昨天明明和我在一起。住口！我说是妙风杀的，就是妙风杀的。是，没错。华白云确实是妙风杀的，我也看见了。你快服下这解药吧。这药我真的不能喝，如果主上知道了，会连累你们的。横竖华白云已死，且死无对证。只要我和冷月为你作证，主上是不会发现的。不行，这药我真的不能收。够了，妙风，我和流星以命相搏，就是为了保全你的性命。如果你不服下这颗药，不珍惜姐妹之情，我和流星就再也不会原谅你了。可是，别说了，走。出来吧，这药已经替你拿到手了。快服下解药，以后就不用受阴阳生死符之苦了。你也受同样的苦，我怎能眼睁睁看着你受苦而独自求生呢？这解药还是你吃了吧。我身上的毒，我自己会想办法化解的。解药只有一颗，你就吃了吧。别多说了，我求解药比你容易得多。我只希望你以后可以按照我的计划行事。你确定这解药是真的？流星冷月亲手拿给我的，岂能有假？主上的心思阴沉难测，
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曾经听主上说过，这解药如果对没有中阴阳生死符的人，确实是剧毒无比。不过对于你，却有起死回生之效。起死回生？那这药我更不能一个人吃了。你为我受过，我心里也难安。叶南飞，你别说了，我是个男人，却处处受你保护，我简直是窝囊至极。总之，这药我死都不会吃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好不容易才获得主上恩赐的解药。你就是不能接受我的感情。我早就看不惯你和傅红雪。主上让你杀华白云，但是并没有让你俩走在一起。我知道，你早就对傅红雪有了感情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利用她。利用她？哼！可结果呢？啊？你们杀了华白云吗？没有。你利用她什么了？作为一个女人，我只是同情她为情所困。你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了。我原以为你碍于云天之巅，才不能接受我。可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，我彻底的错了。这药，我不会要的。公子为何不服丹药？万一阴阳生死符的毒再发作，该怎么办呢？哼，我服了那药，才真要魂归离恨天呢。难道公子中毒是假？但是，要是让明姑娘知道了，恐怕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当然不能让她知道了，我好不容易才逼她来帮我。如果让她知道了，她还会帮我吗？总之，这台戏我得继续唱下去，直到除掉傅红雪为止。哼！无妨，这是我答应最后一次帮你。等救回周婷，你我再无关联。
你敢耍我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傅大哥是不会上当的，他是不会来这里的。他不来，你有什么好开心的？傅红雪不上峨眉金鼎，或者是说明他很聪明，但同样也说明了你对他来讲一点都不重要哦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我不说是因为我口渴了，我要喝水。还要吗？我要去茅房。哪有一喝完水就要上茅房的？我直肠子不行啊，我憋不住了，我要上茅房，我憋不住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师傅，师傅，有人来闯峨眉山，说是要带走周姑娘。傅红雪，她真的来了。师傅，不是傅红雪，是叶开啊。叶开？我只想救出一人，不想伤人。你们让是不让？我们也只要一人，不想伤他人性命。施主，请下山吧。住手！晚辈拜见峨眉掌门，顺便带我师父向师太问安。哼，你师父是怎么教你的？整天跟着傅红雪，到处惹是生非。既然师太知道惹事的是傅红雪，那又何必囚禁周婷呢？你是为周婷来的。你说的没错，周婷是无辜的。本座只不过把她当成一个鱼饵，可我钓的不是你。师太慈悲，晚辈一定会尽力找出真正的杀人凶手，还请师太先放过我婷姐姐吧。好啊，找到了再说。凶手伏法，我立刻放人。定心，送客。师太，出家人还这么大火气啊？我看咱们再商量商量吧。没什么好商量的。你慢着！明月心，我也是来救周婷的。什么？你也是来救周婷的？晚辈恳请了云师太，能够让我验一下华白云的尸体。我凭什么答应你？因为我是华前辈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人。什么？你见过我师妹？是，我跟傅红雪一起去拜访华前辈，而且他还让我们观赏他内堂的画作。不愧是武林女诸葛。既然你承认你跟傅红雪去过雅音小筑，我相信你不是杀人凶手。如果你是的话，你也不会自投罗网。你跟我来吧。周姑娘，你好了没有？喂，你最好老实点，别再耍诡计了。周姑娘。
哎呀，蒙着脸也知道你是谁呀？傅红雪没有忍心下手，想不到白云仙子还是难逃一死。早知道她会死得如此凄惨，还不如当初就给她一个痛快。华前辈他死得太惨了，这下手之人也实在太过凶残。本座请你们来，不是吊唁亡灵的，伤心的话不必再说了。本座现在最想知道的是，是不是傅红雪痛下杀手？绝对不是，因为动手的是个女子。是女子，何以见得？华前辈的喉处有一伤口，前辈可否发现？这道伤口，本派高人早已发现了。哦，贵派高人是谁？可否相请一见？既是高人，岂能轻易见你？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呢，你何以断定凶手就是女子？华前辈的伤口应是被一条细线穿透而过。这种武功需要女子以阴柔内力方能施为，而且要练到这种挥丝伤人的地步，没有30年的功力是做不到的。哼，30年功力，还是女子？你这分明是为傅红雪、周婷、明月心脱罪。谁用脱罪啊？人本来就不是他们杀的。师太，明月心与华前辈无冤无仇，就算真的要杀他，也不必大费周章的挖眼断肢。所以由此可以断定，凶手对华前辈一定是恨之入骨。我师妹初入武林不久，便隐居山林，从没跟任何人结过怨。怎么可能啊？光从华前辈的尸体来看，杀他的那个人一定是恨死他了。当年吕后和戚夫人就是秋后算账，把他剁去4肢，挖去了双眼，还称戚夫人为人质，把他不人不鬼地关在猪圈里。啊，这跟华师叔的死法不是一模一样吗？明月心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是情杀。情杀？杀害华前辈的人，一定也是爱着杨长风。难道是傅红雪的母亲，魔教公主花白凤？胡说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师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周婷被人给劫走了。快，都快点！哎，你今天怎么这样子？动不动就抓女孩子的手。嘿，我看你是想存心占我便宜吧？我占你便宜？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我这是在救你。救我？谁让你救啊？再说了，要救也是我家傅大哥来救我。呵呵，原来你是在等傅红雪来救你啊！刚才你根本就不打算走，对吧？我呢有我的理由。总之，我现在是暂时不能离开峨眉金鼎。哼，你待在这里不走，是因为傅红雪杀了人。你以为替他顶罪就能帮他吗？我都已经说过了，我不会离开峨眉金鼎的。你赶紧走吧。傅红雪要来，她早就来了，她不会为你冒险的。你别胡说八道了，她一定会来的。嘿，嘿。